大家好，我是莫刊，我代表我自己。以下就让我以个人的观点来说说我对于选项裂变最后2集的看法。从6人包围4人看戏的不合理状况下，看破另外4人的幻影，并事先埋下血凋零的暗手，设局引诱神皇子前来，利用神皇子的阴险反映神皇子一把，结合陈环跟武神以及自己最后的命力，成功终结神皇子的罪恶。最后这2集透过重创小玉跟强化神皇子，给小玉一个几乎毫无胜算的险境，让小玉在突围的过程中展现她的机智跟临危不乱，借由她跟陈环对彼此的理解，捍卫彼此的牺牲，凸显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，借由他跟神皇子对彼此的了解，刻画他跟神皇子的宿敌关系，借由神皇子反套路的闪避宿敌对决，呈现神皇子的阴险狡诈，借由小玉最后一集的落空，替最后的反转带来强大的戏剧效果，充分展现小玉的人物魅力，在小玉人生的最后一段剧情再现玉龙影视的风采，写下属于岳云生的灿烂结局。当然这个过程仍旧有所疑问，陈环如果不来，小玉是否真就无法发动最后一集？小玉的力不足是否只是为了引诱神皇子的演技？陈环的到来虽然出乎意料，但小玉是否为了避免功亏一篑，所以也只能顺着继续演下去？这些没有解释的地方可以当作逻辑牵强缺点，但也能当作是给观众自行去填补的留白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跟解释。小玉从霞峰登场以来到退场，经历了从仙侠恢复到剑侠的转换期，原先为了塑造人物高度而给予他的身份设定，到了冰封诀之后反而成为了拖垮他的累赘。不过换个角度去想，也可以当作上天界那些都是君浩的过往事迹，小玉只是拿君浩的招牌来招摇撞骗罢了，毕竟这的确像是小玉会做的事情。作为一个喜欢小玉的戏迷，喜欢的一直都不是她的智谋，而是她有趣又贴心的情感面。我很庆幸这一点在选项裂变有着很亮眼的发挥。不过失去水准的剧情表现也同样难以忽视，特别是在看完这2集之后，对小玉在这一档的表现就感到更加的可惜和不满。但更可惜的，或许是作为宿敌的神皇子，这对宿敌的剧情篇幅真的太少。虽然在有限的篇幅中都有呈现出该有的冲突，但扣掉古玉那一段密室杀人之外，2人有所交集的场次真的屈指可数。如同12重义所说，神皇子跟小玉的恩怨本就是语性节目，可是偏偏这段语性节目又紧扣了这一档最大的计划，于是就造成了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。幸好最后好炸出一段漂亮的火花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但终究还是可惜了。琉璃取回送给玉藏香的碧琉璃剑，毁掉晚香草堂花草，对上前来的尘沙跟木银霜。琉璃融合原罪力量，化作灾情形态，被木银霜以纸心木搭配尘沙的因陀罗之眼合力击破。此时环界漩涡来袭，诡异现身作化杀生石，用尽最后的力量守住古玉。琉璃则获得诡异的功力，继续卧底在太七神照身边，而剑秀跟玉藏香则对上太七神照。虽然被卷入魔碎之中，但2人仍旧成功与卷收天接通裂界，结合人三脉的力量，顺利让天机回归。人三脉，或者该说古玉这条故事线，直到最后这2集依旧不断跑出新的设定，但仍旧缺乏最根本的逻辑跟同理。琉璃在明知一切并非玉藏香所愿的状况下，毫无逻辑的认定是玉藏香背叛他，然后还特地取回送给玉藏香的碧琉璃剑，甚至还毁掉晚香草堂的花草。除了动机莫名之外，人物的格局还因此变得很小，原先的智慧跟气度荡然无存。就算最后说他其实是想当卧底，对这个角色的后续也不会抱有太大的期待。而木银霜背上纸心木，居然能跟尘沙合力破除琉璃的灾情状态，原因没有任何解释，剧情也没有任何铺陈，说它能破就能破。纸心木的来历只存在于设定之中，但设定归设定，没有演出来就等于没有，观众没有看设定的必要，单就演出来看，完全没有逻辑可言。而诡异决定守护古玉的行为，虽然有拉回一点人物评价，但原因却是建立在情感薄弱的师徒关系之上，导致整个牺牲自我的剧情演出很无感，因为观众无法对角色产生同理。至于剑秀，不管看见天界的讯息，或是环界漩涡造成的灾情，内心丝毫没有半点波动，只是跟一个上班族一样，平淡的用口头重复描述画面已经呈现的资讯，然后说明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。接着在没有情感刻画的状况下，突然就要赌命救玉藏香，结果又说这其实早在计划之中，把前面那不顾一切要救玉藏香，好不容易激起的一点思维情感直接化作虚无，让2人本就尴尬的关系变得更加尴尬。玉藏香就不用说了，空泛的人物塑造，直到最后这2集依旧没有起色。如果说剑修是上班族，那他就是新进的实习生。古玉现在这一档可以说是每况愈下，直到最后的结尾依然没有任何回升，导致后续的天地回归虽然有所期待，却又不敢期待。毕竟再多的创意跟灵感，只要没有逻辑跟同理，最后都只会酿成一场灾难。
随着60环界开启，选项裂变也在一场灾难之中画下句点，迈入下一个阶段60篇章。以绝望感来说，算是还可以，因为在百姓的命不值钱的状况下，一线要角只要完好无缺，实际上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觉。只是一度围城跟凤舞的剧情，居然在这种不明不白的状况之下结束。虽然先前两人约定的暗号因为这两集的反转，成功造成了令人惊喜又心情复杂的戏剧效果，但一度围城的解释却仍旧不清不楚，影响这一局反转的说服力，不免会让人担心后续的发展是否会重蹈覆辙。新的地图最期待的大概就是命军所在的北方环界，其他的环界看起来就都还好，说是期待是蛮期待的，说不期待也真的不太期待，就看下一档能不能挽回评价了。冰封诀系列从第一部开始就采用大纲式的写作方式，也就是一开始就已经定好了剧情的走向跟结局，选项裂变则更为明显，在剧情初期就已经安排好了结尾的伏笔，包含了60的计划以及一度围城的反转，这些都是明显可见的。但这一档也不同于冰封诀跟碧血玄黄，在事件的安排上并没有那么紧凑，反而比较着重在人物的刻画上面，这点并没有不好。可是篇幅给的越多，人物刻画不足的缺陷也会更加明显，而且多半都是主线剧情的要角，尤其是古一线的相关角色，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问题。而后续选项的事件设计跟剧情编排不当，导致要角几乎全部卡在古域，主线也几乎完全停滞，这也更加凸显了古域线的内在空泛，同时也影响了书界线的剧情进度，最终造成了下半档的失控跟灾难。不过选项那边整体表现虽然差，但并不到糟糕透顶，它依然有很多能够触动人心、引发情感共鸣的剧情，也有很多优秀的剧情编排跟演出，而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感谢剧组在这一档努力跟付出，期待下一档战名曲的故事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对这一档的表现你还满意吗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意见，提供给我不同角度的看法。喜欢的话也别忘了订阅跟分享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莫刊，我们下次见。